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啊，当今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灯塔国，它有个大城市在加州的叫洛杉矶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，从地图来游览洛杉矶这个城市，我觉得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我这里发现一个地址，我就打出一个红点了，大家看，这是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。你看这里就是洛杉矶的那个天际线，对吧？很多高楼。好，我们再走近一点，我现在用的是3D 的地图。好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你看看，在这个街的路边有蓝色的，还有其他彩色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看看具体的图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再拉近一点，这是帐篷，对吧？这就是街友住的地方。我看怎么用那个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是用了街道图。现在就这个街头，我们看看啊，这里我今天发现很有趣的，它是有时间线的。你看，最早是2009年，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这个街头怎么样的啊。2014年开始，你看有人来住了，对吧？这里也有了，越来越多了。你看，这就是2019年的吧？估计这个地图，你看后面就天际线，看看洛杉矶的街景啊！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是目前这个地球上最强大一个国家。你看人家多自由啊，在路边住，对吧？有香甜的空气，蓝天白云，可以享受着这。我们前进吧。这是第5街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前进，我看看啊，我们再等一下吧，再前进一点看看。街有不少啊，在这里，我们再看看这有没有变化啊。很有趣，就是呢，2014年开始，这街友就多了啊。原来你看没有的，对吧？2007年没有，2009年也没有。好，到2014年，你看就多了，就驻扎在这里了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，我觉得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前一点，我们也看看这是不是？原来你看2008年没有的。2016年这条街，你看就有人来驻扎了，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在这里了啊。还有你看，他们有美国国旗的，很骄傲的做美国人，做街友的美国人他们也骄傲，这是他们的特色啊，比较爱国。灯塔国的人是非常爱国的一个国家。你看，放眼望去全是街友啊，对我们来说可以说用触目惊心了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变化。你看2008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吧？我估计呢是2008年时候有金融危机之后呢，可能接下来这些年就对美国人有不少负面的影响吧，所以变得你看2014年开始就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了。2019年你看就是现在这样子。这条街也有，我们再往前吧，这条街这是第5街的意思，后面就是它的那个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了。看上去应该不远，可能就是2公里左右，不满了啊！你看，我在这里补充一点，为什么在洛杉矶那么多？在这里啊，洛杉矶是属于加州一个大城市。加州它有2个好处，对街友来说，就是无家可归者来说，一个是它的政策，因为加州是左派比较多哈。另外呢，加州的气候，特别是你看洛杉矶的气候特别好，一年四季可以说冬天不冷，而且很少下雨，所以这是街友的天堂。一个是政策，就是政策呢对无家可归者比较友好，另外一个气候也对无家可归者友好，这是可以说加州啊，特别是加州南部啊，是无家可归者的天堂呢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而且在美国，他赶那个租客出来要比德国、欧洲这边容易得多。在欧洲这边很难把那个租客赶出去，即使他不交房租，你也很难赶出去。特别是那些妇女，
还有带孩子的那个妇女、单亲母亲，可以说几乎你赶不出去。好，我们继续吧，再往前。我们今天就是看看洛杉矶的街景啊。好，你看也是很多，对吧？我们拉近一点点看吧。2007年这里没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可以发现啊，这个区2014年开始特别多无家可归的人，不知道那年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始终还是认为，可能是因为2008年的后续的影响，我估计啊，很多人没房子住了，被赶出来了，所以只能住在街上了。我们离天际线这个高楼越来越近了，是不是很壮观呢，同志们？难以想象啊，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触目惊心啊？在十字路口中间，我们看看，你看这里，这是我们刚才走这条路，对吧？你看，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方向比较干净，没什么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看，原来2007年的时候，你看是没什么东西的，对吧？很干净。2012年好像不太干净了，然后这里右边这里开始有人了。2014年啊，你看2015年，对吧？2016年。已经住满了，现在啊，2016年也是住的越来越多，哎呀，真的触目惊心啊！这是谷歌的啊，并不是我拍的啊，最真实的画面。你看，我们看看他在卖什么，挺繁华的，这里那么多人。我是说街友比较多，很繁华。刚才我们走了大概可能有1-2公里吧，你看都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。Body oil 可能就是相当于叫什么推拿的那种油吧，可能。他们干嘛呢？这些人你看，他们在享受啊太阳啊，加州的阳光非常美。加州一年四季啊不是特别热，就是夏天可能热一点点，但是呢，相对来说气候还是非常好的，在全美。好，那我们再换另外一条道吧啊，这是走完了，这是第5街啊。我们从空中看，看这里就是天际线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另外一条街，你看我在这里把它给出来了，我们看看，等一下啊，先进入这。现在我们往这另外一个方向走，啊，对，我们看看，就是2008年的时候，这里也很干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时间线往前，2015年、2016年，你看就有人来住了，驻扎了，从那开始，我们从这里进去。2007年很干净，对吧？没什么东西。好，这里应该是2014年，你看有人来住了。2016年、2017从那开始。好，再往前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这是离他们市中心最繁华那个天际线那里，可能就是2-3公里的地方啊。而且这是洛杉矶的市区啊。这个洛杉矶我去过2-3次。像这种房子就是他们普通的住宅，大概有几十年了。我们拉近一点看看，就普通人住的啊，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吧。中产阶级它的那个定义和中国不一样。西方的中产阶级就是有一个工作，相对来说稳定的工作，有一套自己租的房子，不一定是自己买啊，自己租也算，有一辆车，这样就算中产阶级了。像这种就是中产阶级住的。而且我以前也说过，像美洲都好像很多国家都差不多啊，美国也一样。你看它还是老是那种窗式的空调，很老了这种，但是仍然很多房子都在用。无所事事人真不少啊。好，我们又来一个十字路口看看。等一下我们在十字路口中间看看，可以转过来看看这边，那是市中心这条街。然后呢，这一条街我们往这条街走吧，这是第6街。好，我们又来看看这几年有什么变化。很明显，
这里你看，2007年的时候真的很干净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到金融危机。当时还是海鲜的啊，现在也是海鲜，你看，不过好像它的 logo 换了，换成另外一个了。你看它上面字母也不一样了。大概是2016年就开始有了，你看这无家可归的。2017年、2018年很多，从那开始就是在这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大概是对2016年就有人来住了。你看到了2019年，住满了。这里也是规模挺大的，都是我们的黑人兄弟们。对，这也是2016年这样子就有人来这里住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再换一条街道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了，这条街，咱们看看吧。我换成3D 的，这里也有很多，对吧？你看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这路边，这是另一条街了，不是原来我们看的啊。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街景模式吧。我们再来到这十字路口看看啊，看看这几年有什么变化。也是2014年这里就有了，2019年越来越多。好，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中间看看四周，你看看，规模宏大，对吧？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这是往回看的，我们刚才从这里过来的。那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吧。好，我们也看看，你看后面是天际线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不是往市中心，这其实还是市中心这里。我们呢看看这个街角这几年有什么变化。2007年，这里有，2015年有几个人了？这突然呢，2016年你看住满了，从此呢就安营扎寨了。这里还有那个米谷的国旗呢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吧，看看人家都有什么，看清楚一点。有自行车，有什么破东西啊？这后面美国国旗在这是不是反战的？不知道啊，好像这是枪，还有一个那个军帽，对吧？是一个人的名字可能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，在交谈，无所事事的交谈。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啊，就是在美国很多人呢开大排量的车，像这种呢已经很老了，他烧油啊吃油不知道吃多少。这也有，街友在这，对，这里又有一些，规模还是挺大。看看，我们也来看看这吧，这几年有什么变化？2014年、2017年还没有的，2017年冬天就来了，2019年这些2017年冬天来的。自行车，他们还会修自行车，可能你看，对吧？很多这自行车破的在这，什么油桶啊都在这。这身材不错啊，你看人家。这些人呢，肯定在街头解决个人问题了。因为我在看过一个纪录片，这附近没厕所的，他只能在这样解决。然后好像市政府的人定期来清扫吧。这又有一个街角，你看看，两边挺多的。你看，这公交车挡住了，这里也是啊，你看。看看这几年有什么变化，这段也是2014年开始过来的这些人，2016年就来了一批了，就是可以发现，就2016年来住的人特别多，不是住，其实就是流落街头了。人家有流落街头的自由啊，不错。之前还可以有选票的，听说可以自己去投票，选出他们的伟大的总统出来。啊，这就是他们中产阶级住的地方。
再往前吧。其实这挺好的，这地方你看它有树荫，对吧？不是特别热。这还有个什么？有个棚子还不错啊，还搭了棚子。好，这条街没来过。我们也看看这几年的变化。2007年没有。好，这里有人了。2014年，对吧？就是2016年是个什么年份啊？特别多人呐。从那开始，2016年就是驻扎的人特别多。好，我们进这小街去吧。这是 Crocker 街，不是大街。可能这里晚上还是有点凉的。你看他穿着冬天的那个夹克，被风都吹了。你看，这里规模也宏大。我们来到这路口中间看看吧。哎呦，你看，哼。好，我们也看看这个路口。它的这些年的变化，10几年来有什么变化？2016年开始，这里你看就人多了，突然就人多了，一直都这样。现在我们刚才是从这里过来的啊，真的人特别多，这也人多，还有这里对，这是进入最繁华那段安营扎寨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窗式的那个老式的空调。大家想想看啊，洛杉矶啊算美国，而且加州是美国非常富裕的地方，洛杉矶又是大城市，我估计呢这里人均 GDP 至少有7、8万美元吧，中国是1万多一点，如果上海可能是2、3万。自己看看，自己对比一下，像这种，这你看是市区啊，后面你看这是市区了啊，有点像上海浦西、南京路一带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可以这样对比一下。我们往回看这个路口，这天气真的不错，我去了，我挺喜欢的。其实洛杉矶如果没那么乱的话，阳光好啊。听说圣迭戈是那个加州居住环境最好的吧？听说。当然，在洛杉矶呢，还有非常好的那个富人区，比如说在好莱坞那边的山上啊，很多富人哦，那山上他们住的豪宅，那些明星啊什么都住在上面，在山上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房子怎么那么破呢？我发现这一个区都是这样啊，就是全部是无家可归的啊。真的是触目惊心啊！我从没想到我会发现这样的景象。原来我去过洛杉矶的那个唐人街那边，唐人街那一带，这里离唐人街不远。我们今天看这地方，那一带都比较破，我觉得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可以这么说吧，除了那个洛杉矶的天际线还有富人区，其他其实美国很多房子呢都是比较破的，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破的啊，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发展比较快，很多建了都是新的楼，所以跟人家几十年、上百年楼比起来，当然他们就显得比较破了呗。太多了，这样太触目惊心了，对吧？那好吧，那今天你看跟大家一起看看人家洛杉矶，美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，看看他们的街景。我偶然发现了，我看地图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真不明白。难道那个他们的政府不解决一下他们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吗？这个我不是特别明白啊。可能美国的网友呢，可以给大家留言一下，解释一下为什么像这种地方号称那么发达的国家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街友在街上住？你看这里又有，真的我感到，怎么说呢？非常不理解，也比较难过，因为呢，美国确实有非常富裕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呢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住在街上，对吧？谁不想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可以有一个厕所，对吧？但是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确实我不是特别明白。
至少你去打一个工呢，打工1个月也有2、3千，至少有2、3千美元吧。我住一个小的房子也可以啊，一个小的房间不用住在街上啊。所以我真的不明白，看不到尽头啊，真的看不到尽头。我们再往回这到路口吧。对，美国他们的大城市啊，大城市、小城市都一样，他们很少高楼的，就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，其他都是这样1、2层的这种小楼。所以如果你想去美国啊，看这种像中国城市那种高楼大厦，你就会失望。特别是他们普通的居住区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比较破的。普通人，我是说普通人啊，不是那种富豪。好，我们看看这几年的变化。这估计是不是废弃的那种公司啊？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你说废弃的公司，它离市中心那么近。2019年才来的这帮人。好，各位老铁，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吧。这是我们跟我一起游览了洛杉矶，美国加州的大城市洛杉矶，离市中心非常近的地方，离天际线非常近的地方。我们看到的非常多，我偶然发现的非常多的街友，这一带估计有好几平方公里呢，都是我看了那个地图啊，都是有这样的风景的美丽的风景线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